好，现在我们开始染色。我们拿出大号笔湿水，我们蘸水之后要把水刮一下，然后再铺水。铺水的目的是让这个颜色渲染的更加的自然衔接，非常棒。如果你不湿水的话，这个是无法进行渲染的。可以稍微的这个水往外湿一点，轮廓外去一点，水不宜过多。把笔压扁，把需要染墨色的地方湿上水。好，检查一下画面，有哪些地方没有湿到的，再补一点。这些留白地方就不用管了。我们可以拿出中号笔，中号笔调墨色啊，淡墨色。第一遍的墨色比较淡，好，把笔压扁，好，开始染色。染色的方式也像丝毛，第一遍通常是全部染一下，第一遍色基本上是一个底色。从内往外刷，动作和丝毛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染身体部分。
中间留点浅色啊，做一个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轻轻的扫过来。好，我们再加点点水啊，再加点淡墨，再把笔这么压开、刮开啊。染尾巴的方式跟丝毛的这个方向也是一致的，先朝下，中间去，往上啊，下，中间，侧上。好，这个是第一遍完成啊，第一遍就完成了。那么第二遍，我们在第一遍的基础上面的墨要稍微的啊，这个是第一遍的墨色，现在加点墨进来，把这个墨倒掉。好，第二遍的墨色调出来啊，比第一遍稍微深一点点。我们染色也是遵循由浅啊到深的这一个步骤，宁愿是浅一点，也不要深一点啊，比第一遍深一点就好了。同样把笔压扁，刮水啊。好，开始第二遍染色。我们这个猫头部颜色比较浅，所以可能是染这些局部啊。像这种地方就不要再染了。动作非常的轻柔。刚才是头部的第3遍啊，结束。现在开始染身体的第3遍，第2遍。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好，再加墨啊，看一下我是怎么调墨的。我调完墨之后会把笔压扁它，
看好啊，压扁它，也像那个丝毛笔一样的抖一抖啊，揉一揉啊，揉一揉，揉开了啊，把它刮下，正反刮下，看到没有？揉开啊，这样子啊，就可以去染色了。现在染尾巴，染尾巴是啊，我可以深浅的去染，因为尾巴有一些颜色的变化在里面。看深浅深浅深浅啊，这样它有一节一节的感觉，就很可爱。这个尾巴好，这是第2遍染成功啊。然后我们第3遍，这应该是染完第3遍的，搞错了啊，不好意思。现在第4遍啊，现在第4遍啊，第4遍去染了。好，第4遍我们开始把这个后半部分这个地方啊染一下。其实染色怎么说？染色的话，只要你把画面染好的，不管它几次啊，都是可以的。为了便于大家去记忆，所以说猫的这个染色步骤通常是4遍，其实有时不止的啊，有可能5遍，有可能6遍啊，都很正常。你所染色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猫啊，这个颜色要染出来，体积感要出来，这才是最终的目的。那么这一次的染墨的这个墨色啊，更加的深一些，更加深一些了啊，这个就比前面几次的墨色更深。如果说画一只白猫的话，可能就染个1、2次就够了啊。像这种颜色比较深的猫，我们可能多染几次。好，尾巴我们再来一次。这个猫咪基本上就看不到这个脚爪啊，就不用画。它这个小脚尾巴把这个脚爪勾住了，挡住了，就不用画了。这是猫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坐姿啊，很有意思的。猫咪的这个动作都很可爱。它很喜欢抄手。啊，很喜欢用尾巴把这个脚爪遮起来，是保暖嘛，是怕冷。好，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要染重一些啊，这个地方还要染重一些，所以我们还要调墨，那再加点墨色进来，再加点墨，比刚才的墨还可以再深一些啊。具体怎么深给你们看一下。可能这么深了啊，再加点墨进来，好，这么深就够了。所以我们这个颜色都是由浅啊到深，历经几个步骤，然后就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当你决定要吹干的时候，那等于说你的这个染色步骤已经结束了，所以不到结束的时候啊，就不要去吹干啊。你吹干之后，如果效果不好，你可能又要打湿，
重新去染，这样的话就有点效率就比较低了啊。虽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做事还是要有一个预见性。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稍微的再染暗一些，因为它肯定会变浅一些，吹干之后肯定会变浅，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种画通过染色它都会变浅，包括油画也是这样的油画干了之后也会变浅一些，它都有一定的色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色差做到极致，那么它吹干之后的效果才会很好。不管你染几次，你都是这样去一遍遍的去染用把笔压扁了，一遍一遍的去染，切勿操之过急。这个地方不要染成一种颜色有些地方染一下有些地方不染，这样有些深浅的变化。为什么我们有些宝宝染了颜色之后呢，变糊了，看不到毛了可能就是因为你染得太一致了，没有颜色的变化，那么它就显得很单调毛就很糊在一起。你看我有些深浅变化这个地方浅一些，这个地方稍微深一些但是相对于这个地方来说，这个地方深一些，这里又浅一些，画面就是这样的变化。这个后背还要再染一下，所以说我们染色不见得非要是4次5次，有可能是6次，甚至是7次都有可能性。所以根据需要调整它并不是很机械的去记忆4次就4次，那么第5次就不能染了，不是这样的照样可以染。我说过，宁愿浅一些，也不要深。一旦你画得太深了，你的画面很难去更改、去修改。浅一些，我可以想办法逐渐加深。如果你画得太深了，它的颜色是去不掉的，墨色去不掉，你最后就前功尽弃。这个尾巴我也不知道染了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还不到位，是我的继续性还得染。好，这个感觉已经差不多了我可以结束身体这个背部的渲染。我们还要用小号笔去把这个面部稍微的染一下我们的笔是从大到小的一个渐变，色彩是从浅到深的一个渐变。好，拿出小号笔，调一个深的墨把这个地方稍微的再点缀一下。同样是把墨调好之后把笔压成扁状的，去画这些小的细节。这个地方就不能用大笔去画，一旦你画毁了，这个地方就不好看了。画画是一种享受，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享受，不要去赶时间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没有时间，你可以放下来，下次再去画。下次画你染色最好是一次完成染色的时间要安排好，不能说你染了一半就走开了那个就不好了。那你要下次染色，你要去打湿，衔接就会节奏会打乱。所以说我们丝毛你可以分阶段性丝毛，因为有些宝宝是工作时间嘛，在上班或者是照顾家庭小孩你画的时候突然有事了，丝毛是没问题的，丝毛你可以走开没问题。如果是染色的话你最好是一次性的安排时间染完，这个就比较好一些，你的节奏不会乱如果你染了一半有事走开了那你下次来染的话，你就得重新施水重新去施水，
重新去找这种感觉啊，色差的感觉。所以把时间要安排好，画画要安排好时间。看我把这些地方啊，稍微的给它染了一下，它这个猫咪的感觉就更好了。你看，慢慢的去做这些小细节，眼影啊画的深邃一点，用这个扁平的笔去挑啊，不要碰到这个眼睛啊，只是在画这个眼皮。这样画就差不多了啊。好，拿出湿毛笔，我们把这个小细节再调一下。所以我们在视频讲课还是比这个直播讲的更清楚一些，更细致一些啊，因为时间啊比较从容。对，这些双眼这个地方要画一下，做的更细一些啊。好，那么染色就结束啊。这会我们把它吹干啊。好，我们吹干了之后，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因为它干了之后，我们这个颜色就稍微变浅一些，正好达到我们这个想要的效果。那么下一环节就进入到这个背景环节啊。现在我们拿出湿毛笔去画一些小的细节，我们调白色，这个笔一定要干净啊，绝对的干净。不然你的白色调出来是灰白的感觉。吸点水啊，吸干，去调这个白色。这个笔要调尖一些，蘸点水啊，水太少了也不行。主要是把这个耳朵里面的毛提一下啊，提亮一些。所以说我为什么把它画暗一些？如果你不画暗的话，你这个毛是看不出来的。这个是国画颜料的钛白色啊。好，再调点白色。这个部位有几根小的毛，也要画一下。这个笔要尖啊。因为这个手机挡住我的这个，我现在是近景啊，拍得很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但是我用笔就不方便了，挡住了。好，我们可以把胡须用淡墨画一下。大家注意看一下啊，有多淡啊？大概是这个程度。调好之后，这个笔还是要把水吸掉，画一下，不会晕开就可以画，可以。
胡须的话，我们每一边基本上是画7到8根，一根、2根啊，有时候弯一点啊，有时候直一点，还有穿插一下也可以啊。这个笔要相当的尖才好看啊。好，那么染色包括这个细节方面我们就结束了。下一环节我们进入到这个画背景。好，我们画背景，今天画腊梅，准备的颜色有鹅黄色和赭石啊，这2种颜色。鹅黄加赭石。准备好颜色之后，我们调墨，先画这个腊梅的枝干。我们用中号笔调淡墨。有时候我们要多准备2套笔啊，这样的话就比较从容一些。如果说你拿刚才那个染色的笔去调墨的话，你后期就很难去把它洗到那么干净啊。好，我们在笔尖调点深色的墨啊，先调淡墨啊，笔尖再调浓墨啊，这样一个步骤。调墨的方式是转圈圈，这样就形成从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调好的笔，如果说你笔上水太多了啊，可以吸一下，不用水太多。好，我们从这个左上角这个区域出枝啊，我们用笔要果断一些，用侧锋啊，用侧锋来画，再加点墨，往下啊，往下。下来，上去，折过来啊。好，我们下来，这个地方有一朵花啊，下来，这个枝干不能太光滑啊，打一些小点，让它略显有点粗糙的感觉。好，这个地方加一笔，让它这个梅花的这个枝啊上扬上挑，这里有一朵花，留个空隙，这样打些小点，在左侧这个地方再出一个枝，上去啊，穿过去。我们画梅花尽量的有一些穿插关系，这样才好看。好，这个地方走一笔，然后这里留一些地方是画花的地方，这样打上一些小点，不要太位置不要均匀啊，随意一些。走，这2个不要并齐啊，可以角度啊往这边下一些，让它这边短，这边放开一些。好，我们先是调淡墨啊，调好淡墨之后，笔尖调浓墨。好，我们从左上角这个地方开始啊，开始画枝，注意画枝要果断，千万不要犹豫啊！画枝从这个地方开始啊。用中锋型笔啊，带侧锋有时候。好，这地方留一个空，这个有个花在这个地方啊。
下，折下来，走。这有个侧着上去，中间留花，留花的位置上，侧，出枝一定要果断，然后上面要打一些节点，就表示这个树啊不要太光滑了。这个节点啊，不要打得太有规律啊，可以随意一些。我们再从这个地方再出一个枝，上啊，往上折上去，下来，同样打一些点。好，我们再找一些穿插关系啊。从这里穿过来啊，这样的话就有一些空间感啊，前后关系就比较好一些。再打上点。好，现在我们这个枝出好之后，我们可以啊拿出我们准备好的颜色啊，准备开始给它画这个腊梅。拿出一支干净的中号笔，我再一次提醒，我们的笔最好是备2套啊，这样画起画来比较从容一些。好，先调这一个鹅黄色。我们的鹅黄色调的整个笔都是鹅黄色啊，整个笔全部是鹅黄色。然后我们的笔尖去调赭石，也是要转圈圈啊，转圈圈。啊，这样的话，你的笔的颜色就是由一个深到浅的一个渐变。好，我们再来开始画这个梅花。首先，我们在这个空隙这个地方画一朵梅花。那个我一般是5片啊，5片。好，这是个椭圆形的梅花状啊。这里应该有两朵梅花，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画一个被遮住了啊的梅花，这边被遮住了啊，露出一点点。好，我们再调点鹅黄色，再加一点赭石。好，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隙的这个地方画一朵。好，画一个正面的。我们用笔是这样的啊，左右啊这么一包就可以了啊，中间留个小白点。这个地方同样有一朵，加点鹅黄和赭石。啊，这一朵稍微小一些啊，正面的啊，这是正面的。那么侧面的怎么画啊？侧面的我们怎么画？比如这里有一朵侧面的啊，先画中间那一朵，然后再画这个。好，再继续调鹅黄和赭石色。这里还是有一朵左右啊，左右这样一朵。好，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小花蕊啊，没有开的啊，这是没有开的。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没有开的。再补点这个赭石色，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画一朵。
被遮挡了一个叶子，只画3笔4笔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有一个3片的3瓣的一个梅花侧面，再调赭石加再调藤黄加赭石，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朵。这样的，在上面画一个小花苞，鹅黄加赭石，继续补。这个有一朵，1、2、3、4，这个稍微侧一点啊。如果说画侧面，你就下面2笔大，上面的3笔就小一些，就往上侧，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好，这个调色方式我就不展示了，因为它挡住这一块地方。画个2朵，你就要重新加点颜色，鹅黄加这个赭石色，调好它。在需要的地方，我们去再加一些花朵。这个梅花有一个诀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重点，就那个地方的梅花是最多的那个地方你要画的密一些。否则的话，你的梅花就画的非常的散，那就不好看了没有重点了。我们的重点可以放到这个区域，所以这个区域我们还多画一些梅花画一些反面的也可以。这是个反面的梅花，这个地方再加一个正面的。像这种枝干比较难画，可以多在练习纸上面多练习练好之后，我们可以往上画，这样提高它的成功率。比如说你这只猫咪撕出来了，画了那么长时间，结果因为这个枝条没画好的话，那你这个画面就不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在课下多练习一下这个怎么出枝刚才已经画给大家看了。我们现在继续加一些，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点来刻画所以我们要多画一些花，集中在这里。再画一朵有一些深的，有些浅的也可以这个画个侧面，侧一些好，这里可以画一个3瓣的，中间一个侧边一个，一边一个包住它。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画一些花蕊，从这里出一个花蕊。好，换个笔，换一个刚才画枝干的这个笔，把这些小花蕊连接起来，用浓墨现在下面画一笔，然后3笔连接起来。这里可以写一个枝可以写个枝，然后再连，这个点一下。像这种地方点一下3笔，这样线连一下也可以，把它连接上去。这些加一些小点，像这个地方还可以出点小枝条出来。好，这根枝条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弯过去再有个穿插我们制造了一个空间的穿插感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出一个枝下出，
然后啊，我们可以往上走，从这里穿过来也行，打上点啊，换回这支颜色的笔，再加一些小的花蕊，这里加一个啊，这里加一个，不要平行啊，要侧着啊，加一个。加一些好，我们暂时先画这么多啊，待会儿我们把这个花蕊里面的那些花蕊画完之后，再去看是做一个添加。现在我们用一支小号的毛笔啊，先调淡墨啊，再调浓墨，这应该是比较浓的。把水稍微稀一点啊，水一般在笔杆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吸掉水，这样画出来就不会晕。好，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小花苞给它接好，用小笔接啊，就比较舒服啊，这样去接。好像这个地方啊，点一下啊，点，然后中间出个小枝，再接起来。像这种侧的花就是这样去接，中间点一下，点个三个弧形的点，然后中间再画一下，接上去啊。侧面画我们这样去接的。好，现在我们把整个画面啊吹干。我们吹完之后检查一下究竟有没有吹干啊？用手摸一下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没吹干的话，你画的线条会晕开的。好，我们拿出这个刚才那个丝毛的笔啊，来画里面的小花蕊。我们的墨是调的非常浓啊，用浓墨啊，就不需要去减淡它了。就用浓墨去画这个花蕊，超浓的墨，用水调开一点啊，这样就画出来的线条就比较好看。好，花蕊怎么画啊？好好看。首先啊，这个像画个小太阳一样的感觉啊，这样从外往里画，这个从里往外画。都是顺着笔画啊，顺着笔，这样比较好操作。这个花蕊就画出来了。我们画线条的时候，记住你的用笔一定要用中锋型笔啊，就顺着笔画的，看到没有？这样啊，尽量的少用侧锋。像这个地方的话，稍点一下侧面，好，接一下就可以了。从外往里啊，用中锋转笔，来这样慢慢画，再加点墨，就浓墨。我们这个花它是往下长了，它是往下长的，所以我们是画一个啊一笔，然后画4个小黑点啊。连接起来，
这个是往下长的，这个稍微粗一点。好，再加点墨。这个比较侧一些啊，所以只画这个地方，画长一些，啊，这个地方就短一些啊。好，这个地方我把笔拉长一些啊，没挡住它啊，这样画。这个侧的这边就看不到了，就不画了。好，所有的这个花纹，接着开始点那个小点点啊，这样去点。就用这个我们的丝毛笔啊，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这支笔的话，你可以丝毛，也可以去画这些小细节。这个点的话就可以啊，自如一点，不需要你每一根都对应一个点，那就没必要了。看每画一个点完都要去调点墨啊，笔头上的墨要稍微多一些，这样它点的就比较圆润一些啊。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初步的这个梅花图啊，把它画了一下，再看看需要哪些地方需要再添一些的，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一些。那么再拿回这个中号笔啊，调这个花杆这个中号笔。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重点，所以我这里再出一个字啊，再出个字，啊，出来，再往上翘啊，再往上翘，哎，再往上翘一下，那这个枝非常有一个挺拔的感觉啊。这里把它接上去。好，换回这个调这个腊梅的颜色啊，这支笔。再调点鹅黄，加这个赭石，啊，把这个花补一下。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补一朵花在这个后面，一朵一半啊，你不用怕这个树干它盖不住的，这个颜色是盖不住这个颜色是盖不住这个树枝的，因为这个树枝的颜色比较深啊，这里比较多一些啊，这里花比较多一些。好，这个也可以加一些啊，加一些小花苞，这个加一个。好，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把它画完啊。这个点一下，接上去，点一下啊，接上去。
好，还是要把它吹一下啊，吹干它，这个吹干它才好画啊，这个地方。好，由于它这个背面画，所以点一下啊，衔接就可以了。好，我们这个腊梅图就完成了啊，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远景。提款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提款啊，就比较舒服了。